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这一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号称日本国民 RPG 的《勇者斗恶龙》一代。《勇者斗恶龙》是由当年的艾尼克斯于1986年5月27日发行的角色扮演游戏。回到1975年，艾尼克斯的原型是一间发行房地产广告的小型公司。在1982年成立连锁店失败之后，公司的创始人福岛康博将其转型成以游戏为主的软体公司，并将其易名为艾尼克斯。开发团队是由当时在集英社周刊少年负责撰写红白机相关文章的枯井雄二担任剧本与游戏设计。游戏角色设计是由负责龙珠连载的鸟山明担任。音乐工作由苍山浩一作曲。游戏程式是由当时被称为天才少年的中村光一所领导的 Chunsoft 所完成。当年的开发团队决定制作一款将西方 RPG 辟邪除妖与创世纪元素结合的电子角色扮演游戏。制作人枯井雄二想将 RPG 的观念带给广大的日本玩家，采用了旷世纪的全萤幕地图以及辟邪除妖的能力值战斗设定。还有自己在1983年创立的港口镇连续杀人事件的选单式指令作为游戏的基础，将勇者斗恶龙的游戏玩法建立了基本的架构。枯井雄二表示，在第一次制作勇者斗恶龙的时候，电脑跟电子 RPG 还是相当局限在重度玩家之间，对于其他玩家来说非常不容易接近，所以决定创作一个系统，希望能够使人易于理解并投入感情，并且将故事放在整个游戏的框架之中。但是在枯井最早创作勇者斗恶龙的时候，很多人对于西方的剑与迷宫的幻想元素其实是有质疑的，然而本作的成功却使得这个设定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初代勇者斗恶龙的剧情讲述了一个非常传统而简单的屠龙与救公主的故事。故事背景的开始，阿雷夫加德王国长久的被黑暗笼罩，拥有洛特称号的勇者打败了邪恶的魔物，并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光明。勇者所带来的光之珠驱散了魔物们带来的黑暗。后来勇者将光之珠交给了拉鲁斯的国王，使得阿雷夫加德维持了一段长久的和平。经过了多年的岁月，阿雷夫加德的国王拉鲁斯16世遭受到了龙王的攻击，而且公主罗拉也被抓走了。许多勇士尝试救出公主，并从龙王的城堡夺回光之珠，但却无一成功。先知预言，勇者洛特的后裔终有一天会出现，并且击败龙王。在游戏中，玩家将操纵拯救阿雷夫加德王国的勇者，并且从游戏中的龙王手下救出被掳走的公主。勇者斗恶龙当年采取了许多的创新概念，创造了许多第一，比如放弃了一般动作游戏的线性通关模式，而采用了地图的多线式自由冒险发展模式。另外，以简化系统的方式融合了角色升级的概念，特别是为了让初阶的玩家能够体验到升级的快感，使角色在一开始的升级速度较快，后续等级变高之后升级又变缓的设定。也有例如在尝试破光的流程之中，加入了被龙王说服的多种结局。勇者斗恶龙一开始的销量其实很低，后来靠着枯井雄二在少年 Jump 上面撰写的几篇文章，才开始大幅带动了销量。最后初代的任天堂版本在日本销售达到了150万份以上的销量。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勇者斗恶龙1对1的战斗，十分有限的道具与装备种类，只有10种皱纹、5个城镇跟5个迷宫，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由于当年的时空背景，开发的时候很多东西是非常受限的。由于当年严格的容量限制，为了节省图档，像主角这样的角色居然没有侧面或背后的图形，只有正面的图形。从玩家的角度来看，即便主角侧身行走，都像是正面朝前的方式，当时俗称螃蟹走路。大部分的角色，像是村落跟城镇的民众，都是以对称的方式设计，以单个图像左右反转的图像方式来显示，并且以两帧的行走动画方式来表现。由于敌人的角色都是静止的图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表达动作这件事，于是枯井跟中村建议，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萤幕会抖动，还有 HP 低的时候，角色的颜色会发生变化，来增加画面的丰富性。游戏一开始给予小学生试玩的试玩过程里面，一开始主人公是从拉达托姆镇跟拉达托姆城之间的中间场地出发的，但是很多试玩者却没有进入城堡或是城镇，反而先是在场地周围徘徊，于是很快就被怪物杀死了。孩子们纷纷表示这个游戏一下就死掉了，于是开发者被这种预想外的状况所苦恼，后来就采纳了一开始的场景就在拉达托姆皇宫内的想法。
而且为了游戏的进行跟学习使用谈话、楼梯、调查的指令，在皇宫的楼梯前面设立了一扇锁着的门，除非从宝箱里面拿到钥匙，否则无法离开国王的房间。为了让第一次接触 RPG 的玩家更容易理解游戏的架构，游戏直接将最终关卡的龙王城设立在开始游戏的拉达托姆城的对岸。这种一开始把最终目标放出来的方式，也是为了让初学者更容易理解游戏。透过展示最终目的的龙王城，让玩家明白游戏的最终任务还有目标。本作的迷宫内部都是一片漆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画面只会显示主角周围一圈的方块，必须使用道具火把或是皱纹雷米拉来拓展周围的视野，否则将看不到周围的地形。其实当时很多的 RPG 都有这样限制可见范围的系统，但这只是无谓的增加了游戏的难度，于是后来这个系统在续作就被淘汰了。由于本作是 RPG 的性质，开始游戏到结局是需要时间的，但当年还没有电池记忆的存档功能，于是制作团队设计了一个只要在游戏中断的时候输入密码就能继续游玩的方式。中断的时候，只要记下跟国王对话之后出现在画面上的20个平假名的密码，复活皱纹。下一次开始游戏的时候，在游戏画面中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以返回当时的记录。但只要一个字母输入错误，就无法重新开始游戏。但也因此，在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密码跟分享，这也是最早能够与其他玩家分享彼此游戏进度的方式之一。作为一款知名的 RPG 名作，本作的游戏历程跟攻略顺序，魔王就不多说了。但是这款1986年出品的经典初代 RPG 游戏，很多人都认为续作的角色其实都比较厉害。但魔王认为，初代的主角不仅拥有战士的力量，同时身兼攻击跟恢复魔法，是一位非常强悍的万能型角色，更拥有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对抗阿雷夫加德大陆上的魔物以及龙王的无比勇气。他其实是历代中最强的勇者，而本作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当阿雷夫加德大陆最强的勇者出现的时候，所有的魔物都无法压抑内心的恐惧，善恶的失衡将会使事件陷入一片黑暗。我们就来测试看看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魔王将会以游戏中触发剧情的几位怪物为主。我们这次测试的对象就是看守罗拉公主的龙，还有看守洛特盔甲的恶魔骑士，还有看守梅鲁基特大门的巨象兵，还有龙王城的龙王。好啦，一开始我们先打开游戏，然后设定主角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设定叫魔王好了，马奥。好。然后一开始国王就请求我们要拿回光珠，救回公主。然后打败龙王，然后拯救这个王国。我们就听他讲一些开场的。我们看一下勇者的个人状态。不愧是猫萨玛，力量、速度一开始就是全满的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冲出去救公主。那这里就开始用快转的方式进行啦。我们第一个实验的对象就是在沼泽洞窟里的龙。游戏设定它是在门口看守着罗拉公主，只要打倒龙，我们就可以把公主带回城堡。那我们就来实验看看，把力量增加到最强，是不是像传说一样会让魔物吓到逃跑？真的吓到逃跑了呢。所以我们不用打倒龙就可以把公主救回来了哦。好吧，那我们就先去跟公主说个话。你好，我就是有公主病的罗拉公主，请问你是来救我的勇者吗？不是。还是你是我的粉丝，想要看我青春的肉体吗？我讨厌小奶怪。那你要带我走吗？没有。那你有30公分吗？别靠背。我都没有嫌你3公分了。干。那我顶多让你玩野河。干，我会怕。那不然先送我去医院做隆乳手术好不好？好。
接下来我们要实验的对象是恶魔骑士。游戏设定里面，他在多姆多拉看守洛特的盔甲，是实力很强的一个魔物。那我们来看看他在力量全满的状况下是不是也会逃。哎呦靠北，直接逃了，好吧。看来大家都惧怕魔王的力量，只要把攻击力点满，魔物都会吓得要死。那我们就不费吹灰之力的拿到洛特的盔甲了。好来，接下来我们要实验对象是巨象兵。游戏设定他是看守要塞都市梅鲁基特的大门，需要妖精之敌让他水藻才能打败他。那我们就来看看他在魔王力量全满的状况下是不是也会逃。哎呦，直接逃咯。想当初要进梅鲁基特，可是需要一番腥风血雨、唧唧歪歪的嘞。好啦，现在就可以随便进去逛大街啦。那么等等，我们就来试试看龙王是不是也是这个状况。好啦，我们终于要对最后的魔王龙王来做实验。魔王这次带着刚刚荣辱成功的罗拉妹子一起来挑战他，看看如果把力量点满，是不是连龙王都会绕跑。先跟他对话。哇哈哈哈哈！我就是王中之王龙王，你娘我贵的我魔王啊，跨上较变态。龙王绕跑，所以人类形态的龙王看到我们一样是吓到喷尿。那我们这次来试试看，如果是变身后的龙王，是不是也会绕跑？好，我们先把人形的龙王打死，等他变身。终于变成龙的形态了。干，你直接绕跑，这傻小。画面一片漆黑呢。魔王现在拿着控制器，按上下左右都会撞到墙壁，不能移动。所以这个传说是真的，勇者练太猛，世界就会变成黑暗一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一直躲，你的人生就会很黑。所以说玩游戏也能学到人生大道理的。游戏就这样宕机了吗？其实没有，魔王发现后来其实只要重新跟左手边的龙王对话，就能重新进入游戏状态。但是问题来了，身为本游戏最后一关的龙王，他看到我就吓到漏尿，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干他一直跑，结果害我都打不死他。终于在连续绕跑4、5次之后，魔王终于把他干掉了。好啦，我们终于干掉龙王啦，那我们就飞回城内看一下破坏画面。这个游戏原始的设定是一个人战斗，但是其实可以抱着公主去打龙王啊。所以说真的，初代的勇者斗恶龙隐藏的伙伴其实就是罗拉公主啦。看一下破坏画面。结局的时候，我们把罗拉公主带回城里，让我们看看罗拉公主会跟我们讲什么。我的医美手术做得很成功，现在都已经变成瘦达林了，你有没有喜欢我？没有。你要不要考虑来做我的舔狗？干，我会怕。那还是我去把胸部再做得更大一点。好。于是阿雷夫加德大陆就在光珠的照耀之下恢复了和平。值得一提的是，阿雷夫加德就是希腊数字的阿法，万物的起源的意思，再加上北欧神话诸神的国度 Asgard， 就是雷神说的阿斯加啦，他就成为了阿雷夫加德 Alfgard， 他隐约有神话的起源之国的意思。初代的勇者斗恶龙作为一个开创性的角色扮演游戏，它在游戏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在非常有限的容量限制下，还能够制作出这么具有深度跟故事情节的游戏，真的可以让人家体会到制作小组当年的用心。而作为洛特三部曲的第一部，这位来自于外地的无名勇者与罗拉公主携手到达异国开疆辟土，后续建立了罗雷西亚王国，更带领出了2代的广大故事。勇者不仅拒绝了龙王的甜言蜜语，还亲手开辟了自己的天下与王国，
真不愧是英雄中的英雄，这就是勇者斗恶龙1代的故事。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